他是后周的佛子妙善，也是瞬息取走使臣头颅的传奇刺客。这些改写天下格局的大事，桩桩件件都围绕着同一个名字——田英。近30年间，他究竟做了些什么？而我们又为什么非杀他不可？936年，石敬瑭将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之后，中原战事频发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年少的田英带着弟弟田齐一路逃难，来到了清河抱山湖畔一个尚算安宁的村落。他们被一位善良的铁匠，也就是燕大铁的父亲，收留在铁匠铺帮工为生。当时田英的愿望特别简单，填饱肚子，不再颠沛流离。如此安稳度过数载岁月，直到946年，契丹军第3次南侵中原。后晋将领王清在中渡桥血战殉国，契丹军乘势南下，直逼汴梁。后晋初帝石重贵被迫投降，后晋灭亡。耶律德光在汴梁登基，改国号为辽，意图正式入主中原。契丹士兵则在中原各地肆意烧杀抢掠，致使民不聊生。战火蔓延至清河一带，村民或死或逃，昔日安宁的村庄尽成废墟。年少的燕大铁和田家兄弟无处可去，受人蒙骗，被裹挟上山，沦为了草寇。他们原以为是要做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，没曾想不过是干着山匪强盗的勾当。3人暗中筹谋，准备逃离时，寨中忽然起了骚动。一位白衣大侠持剑而来，长剑如虹，将群匪杀得溃不成军。山大王见势不妙，忙挟持田英，欲做最后一搏。田英却趁机寻得破绽，协助大侠擒住了山大王。自此，这位白衣大侠变成了田英年少时心中救赎的光。951年，郭威登基，建立了后周。952年，柴荣与魏仁溥北行燕云，亲眼见到了燕云移民的惨状。柴荣决定将100余名移民带回别馆安置，并教授他们文书与武学。田英3人跟着刘明朝到了春秋别馆，这才知道当年救他们的那位白衣大侠竟是玄剑16英杰之一。之后他们便跟着刘民在别馆修习武艺，田英的天赋也渐渐显露出来。后来他们又跟着刘民辗转到了丰河村，在玄剑的帮助下，燕大铁和大部分流民一样，在丰河村安了家。田英则寻得隋商队北上求学的机缘，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。小路村本是清河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，却突然遭了诡异的诅咒。村民们接连染上怪病，染病的人会慢慢石化，最后丧失所有情感。村里的大夫为寻找解药，甚至效法古籍，以人肉入药，却仍无济于事。柳青衣得知小路村村民的疾苦，便常去村中行医，村民的疫病也随之渐渐好转。因他总戴着鹿首面具，村民们便奉他为济世的鹿仙。谁知到了936年，鹿仙却忽然没了踪影。村民们以为被仙人抛弃，再度陷入惶恐，却没人察觉鹿仙走后，那可怕的诅咒已悄然重临。而村民们依旧像往常一样，过着看似平静的田园生活。至于最初那场疫病的根源，想来该与银渊以及孙不器的实验脱不了关系。952年农历2月，小路村好几户人家决意借联姻结亲，村里所有适婚男女便一同选定吉日，集体拜堂成亲。村长还从外地买来一盲女，给久病的儿子冲喜。田英随商队北上求学时，受同伴相邀，便顺道去小路村喝喜酒，没成想却撞见了一场血腥惨剧。喜庆的锣鼓声中，久病的新郎突然发了癫狂，举着刀就朝新娘砍去。紧接着，参加婚礼的不少村民也发了疯，抄起刀来胡乱砍人。混乱中，村长失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儿子。田英赶紧冲进人群，捂住新娘的双眼，把她带到暗处，轻声说：“别看。”随后他掏出随身的短剑，递给这女孩：“你不是生来就要受辱的，拿着这把剑去搏你的命吧。”瑟瑟发抖的小女孩举起剑，鲜血把她的绿嫁衣染成了深红色。这恐怖的一夜过去，村民们才猛然意识到诅咒回来了。悲痛的老村长恳请田英去银渊找失踪的鹿仙，然而田英去了3次，皆无功而返。毕竟此时距柳青衣自杀谢罪
已经过去16年了。田英只能带着遗憾继续北上，没曾想竟在北地意外寻到了十项绝学的踪迹。这十项绝学本是文经馆的传承典籍，自从905年白马驿之祸后便失传了。田英历经艰险将其从北地带回，也正因此事得到了文经馆开馆先师冯道的赏识，得以拜师入门。成了文经馆弟子后，田英凭着过人的天资，很快崭露头角。听闻他翻遍了文经馆所有的藏书，又听闻每本藏书他都只翻3页。田三叶的名号逐渐传到了冯道的耳中，或许是可惜英才，或许是不满形势，冯道将田英召来询问。田英却说：“我无意做学问，不过是想在书里寻一条自己的路。”他想从那些书中寻找什么样的路，却无人知道，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只是一遍遍埋首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寻找答案。后来田英终于寻到了想要追寻的那条路，却不是从书中，而是从魏先生身上。魏先生说：“春秋之上没有仁义忠勇，那是以身为火炬的人，见过他就再也忘不掉，也终会跟随他点燃自己的火焰。”953年，魏仁溥亲自写下拜请书，邀请田英加入玄鉴。田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他就这么跟随魏先生离开了文经馆。954年，郭威病逝，柴荣继位。柴荣登基后修筑了太平钟楼，为百姓祈福。田英便带着弟弟田齐隐居到了太平钟楼地底的洞窟里。这处洞窟正是兄弟俩幼年逃难流浪时曾栖身的地方。田齐一直以为兄长当初离开文经馆是因为不喜庙堂束缚，一心向往江湖逍遥。毕竟文经馆门规森严，而田英性情不羁，如今隐居在这山水间的地底，似乎正合他的心意。那时田英身患顽疾难愈，魏仁溥特地把10项绝学中的太极阴阳秘术传授给他，称此法可调息养身，或许能缓解病痛。田英终日埋头研究太极阴阳秘术，潜心精进武艺。田齐虽读不太懂那些书里的内容，却隐约察觉书中藏着兄长的真正意图。果然，历经数月钻研，田英在太极招式的基础上创出了乾坤一气，威力更胜从前。直到这时，田齐才明白，兄长隐居地底根本不是为了逍遥山水，而是为了练成此招，以克强敌。田齐恍然发觉，自己从未真正理解兄长的志向。他虽追随兄长多年，可两人早已走上了不同的路。田齐不愿成为兄长的阻碍，便留下一封书信，悄悄离开了。而田英这边每每想起小路村的旧事，心里还是满是遗憾。于是他把阴阳秘术的功法和一封书信寄给了小路村村长，希望缓解些村民的苦难。可陆仙早就不在了，小路村的命运终究没法改变。善良的村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厄运和痛苦都封在这儿，编些害人的传说，免得外人靠近。日子一久，小路村渐渐被人叫成了荒魂村。到最后，剩下的村民别无他法，只能与整个村子一起在烈火中化为灰烬。955年，柴荣对田英说：“有一件大事做成了利国利民，却也可能会落得万劫不复。如今民间多信佛教，却有不少人借僧人之名逃避赋税，躲避徭役，甚至假托佛法行恶，进佛毁寺，肃清作恶的假僧邪道，正是利国利民的要务，这便是那大事。可一旦毁去万千佛像，便是亵渎神明，必遭世人唾骂。这样不敬神佛的事，你愿意做吗？”田英答：“愿意。”柴荣又问：“昔日田光以死激励荆轲刺秦，如今此事，你又愿舍弃到什么地步？”田英答道：“我也能像田光那样舍弃所有，包括此身。”于是田英彻底消失，而世间便有了高僧妙善。他虽从未真心信佛，却愿效仿佛门中舍身饲虎的菩萨，不惜己命。柴荣闻言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已有佛心。”959年，柴荣挥师北伐契丹，仅用42天便连下3关，收复3州17县。契丹主耶律璟为扭转局势，即遣其舅舅萧氏出使南唐。
一来回应江南多年联合图谋中原之请，二来意图南北夹击，以雪失地之辱。5月，柴荣计划乘胜进军幽州，彻底收复燕云，却突患重病，无奈只能下令撤军，北伐进程被迫中断。946年，中渡桥一战失利后，契丹大军趁势南侵，定州首当其冲。守城将领叶万山的妻女被契丹掠走，对方以此要挟他打开城门，他却始终不曾低头。纵使家破人亡，他仍拼尽全力死守，可定州终究还是沦陷了。城破后，叶万山只能蛰居在一座小城，等待朝廷主力一同北上。这一等便是13年，被噩梦日夜纠缠的13年。959年，叶万山听闻世宗北伐，竟半途而废，彻底疯魔。他认定是朝廷畏惧契丹，才不敢继续北上，竟下令麾下天虎军假扮契丹人，屠尽了自己守护的百姓。他想以一城百姓的鲜血逼迫朝廷重启北伐。那一夜，整座小城沦为屠场，百姓惨死，就连参与屠城的天虎军也自此坠入无尽噩梦。事情发生后，田婴以妙善之名，率领众弟子在菩提苦海深处筑起一座罪业塔，又命叶万山带领参与屠城的100余名天虎军精锐进入苦海的永福禅院进修赎罪。塔外日夜钟鼓不息，众人以铁链自缚，盼借禅音洗尽心中业障。为了不暴露佛光的秘密，田婴想了一个存放佛光玉的办法。他让慈心镇的佛雕师杨道信将佛光玉一分为2，他将阴刻之玉借予叶万山，称此玉可静心凝神，能助他早日重返沙场，实则暗喻北伐仍有希望。又将另一半阳刻之玉藏在春秋别馆隐龙渊底的龙首之内，嘱咐小17好好守护。事毕，田婴便动身前往江南，执行刺杀契丹使臣的任务。可他离开后，叶万山心中的愧疚与不甘，终究让他彻底迷失在执念织就的噩梦之中。苦海中被囚禁的众人没能战胜心魔，再次疯癫。他们冲破束缚，大肆杀戮，寺外念佛的禅师以及恰巧上门的慈心镇佛雕师们尽数惨死于此。契丹遣使欲与南唐结盟一事，玄鉴的应对策略是先斩使臣，后见契丹。此计关键在于契丹使者必须死在南唐境内，只有如此才能让两国盟约彻底破裂。在使团抵达清河前几日，田婴以刺杀契丹使臣为名，向伏马庄的齐飞郡借来名马夜路飞光。不料契丹使团刚入清河，便遭遇当地江湖义士劫杀，情势突变，田婴只得转而求助江湖顶尖杀手月神。他以幻眼为仇，请他暗中护送使臣平安离开后州。契丹使团夜宿临江驿时，清河义士再度围攻，契丹使团死伤大半，仅余使者萧氏等人趁乱逃往碧泉山。义士们一路追杀至碧泉山的野树林，缠斗中使团尽数殒命，唯萧氏一人幸存。危急之际，佛光顶上再现佛光神迹，月神自佛光中现身，数柄短剑破空而出，瞬息之间，义士尽数毙命。月神带着萧氏躲入佛光塔中，塔内高僧妙善对萧氏说：“前路虽险，然有佛光庇佑，只要选择清风易落脚，必能化险为夷。”随后，他将那匹夜路飞光赠予萧氏，助其南下。萧氏本就笃信佛法，亲见神迹后，对妙善的话更加深信不疑。次日清晨，他策马离去，直奔南唐清风驿。而田婴则放出消息说妙善即将云游四方，待佛光第3次显现之时，自会归来，平定清河乱局。临江驿一事之后，江湖中人对月神黎真真的行径唾弃不已，众人斥责她为魔女，指其勾结契丹，刺杀同族。得知她3日后将南下，一众江湖人士决定趁夜复仇。风能奇把自己亲手建造的月神居所机关图解画给了他们。黎真真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好行囊，大批江湖人就突然闯入了月神居，直至身死，黎真真终无一语可辩。玄鉴为了让楚清泉潜入契丹做内应，请洛神韩香寻为他施以换脸之术。
但韩湘寻担忧楚清泉安危，拒绝施术。玄鉴便在春秋别馆设宴，邀约韩湘寻，同时暗遣田婴持地图潜入弱水岸，盗取洛神之书。席间，别馆的厨子在山鸡酥中按下蒙汗药，却被韩湘寻一眼识破。他起身欲走，楚清泉却强行挽留。两人一路从别馆打到了隐岳山顶，在太平钟楼大战了3天3夜。韩湘寻与楚清泉自此决裂，立誓死生，不复相见。而此时的田婴也趁乱盗得了洛神之书，并持段之章南下，准备刺杀契丹使臣。楚清泉则带着续之章返回了塞北，等待换脸。田婴等了黎真真3日未果，遂策马直奔南唐清风驿。他日夜兼程，连换3马，未曾合眼，只为赶赴那场由他亲手策划的清风驿之宴。此刻，清风驿内，南唐正设夜宴，款待契丹使者萧氏。宴至酣处，劫后余生的萧氏酒意阑珊，起身如厕。田婴终于等到这一刻。门内是使者醉意粗重的喘息，门外是他手中雪亮的匕首。生死成败，在这一刻，就如眼前这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样，薄而脆弱。推门，门开，使者惊惶抬眼，抬手，刀落，一切归于寂静。他来去如风，无影无踪。南唐随即封锁全境，田婴被困。南唐主李璟派遣绣金楼全力追捕田婴，为隐匿身份，他伪装成重刑犯，潜伏于南唐狱中，静待脱身时机。在此期间，他意外探得南唐欲重启孟逵计划，遂冒死向魏仁溥传递了密信。随着契丹使臣在清风驿遇刺，契丹与南唐联盟彻底破裂。959年7月27日，柴荣病逝于开封，玄鉴离散。魏仁溥收到田婴的密信后，别无他法，唯有修书向江晏求助。信中他告知了江晏2件事：一是南唐孟逵再度现世，二是恳请江晏出手搭救田婴。江晏收到信后便离开了竹隐居，此后3年杳无音讯。田婴原本的计划应该是刺杀使臣后即刻返回清河，由张颖芒在白天敲响天虎军的3面战鼓，将叶万山引出塔。叶万山再携佛光玉与玄鉴众人会合，召唤出第3次佛光，而后一同北上支援柴荣北伐。可他被困南唐3年，计划出现了巨大变故。叶万山深陷心魔，难以自拔。柴荣在北伐途中猝然离世，赵匡胤登基，建立北宋，春秋别馆随之闭馆，玄鉴朱匣也没了踪迹。962年，南唐封锁稍缓，田婴终于得以返回清河。蹉跎了3年，计划不可再拖。但在此之前，还有一事未了。他利落地收刀，甩血，将手中湿热的眼睛擦干净，小心地放进那极寒极冷的韩玉匣，揣入怀里。他想起3年前定下约定的那一天，他帮他护人，他帮他巡演，只可惜晚了3年，希望他不要责怪。他终于到了月湖，对着依旧清澈的湖水，他突然抬手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风尘仆仆的，快操。可当他潜入月湖地底，见到的却是身着嫁衣、早已死去多年的黎真真。他还是晚了一步，又或者是很多步。清风驿之变后，绣金楼在南唐的地位一跃而起，甚至能左右朝堂局势。田婴刚回到清河，绣金楼便闻风而至。他们不仅想拿田婴的人头与换脸义士的名单修复与契丹的同盟，还趁机在清河疯狂扩张势力。与此同时，消失了3年的江晏也回到了清河。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，他以蒙面人的身份夺走了镇冠爵，随后便再度隐去，没了半点踪迹。后来我们在探索清河的过程中，误打误撞凑齐了2块佛光玉。当我们将2玉合一，在佛光顶召唤出第3次佛光时，田婴现身了。他见来者并非叶万山，立刻出手。然而刚一交手，他便从我们的无名剑法中认出了江晏的传承，也由此知道了我们的身份。田婴心生一计，决定借此机会假死脱身。随后的缠斗愈发激烈，我们与田婴双双坠入湖中。
水花翻涌间，田英消失无踪。之后，他再一次改名换貌，只为继续3年前未尽的计划，后见契丹。他以离中队之名前往契丹长期潜伏。此行或潜伏积年，死生无事。不知他朝拨云见日，有几春秋甲子。为明月当楼，与君遥饮如故矣。最后，我想分享一段田英关于佛法的觉悟。这段文字藏在了佛光塔的墙上，大意是：佛法就像一条渡人的木筏，能带人脱离烦恼的苦海，却不是要被永远抓在手里的宝物。若执着于佛法本身，就像到了彼岸，还舍不得放下木筏；若执着于根本没有佛法，同样困在另一种执念里。真正的修行是离相无住，离相不被外物之相所惑，能见诸法本质；无住不让心念停留于得失、爱憎、是非之上。这是《金刚经》的般若精神，破执显空。只要心中还有我、他、众生、寿命的分别，就永远脱离不了痛苦。唯有心无所住，方得自在。所谓佛心，不在四塔经卷之间，而是一种离相无住、利他无我的本心。田英常说自己并不信佛，可他却以一生践行着渡人的信念，哪怕这条路满是遗憾与波折。他的弟弟田奇，也就是佛光顶上的妙觉，他曾无数次想毁掉佛光顶下田英的小屋，可最终他却选择把钥匙寄给了杀死田英的我们。看着山脚下的袅袅炊烟，他也终于理解了兄长所走的路。在世间修行，于相而离相，于心而无住。